凌晨2点多，5个人突发奇想，钻入了一个洞穴探险。因为洞内有段通道有水，需要憋气游过去。其中一人怕冷，决定退出。之后他就回到洞口等待同伴。结果那几人一直没有出来。感到情况不妙的他马上报警。搜救人员赶来后，开始用水泵抽洞里的水，但抽着抽着，一具尸体突然露了出来。这一幕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美国犹他州咕噜洞事件。犹他州位于美国西部，贯穿南北的落基山脉，使得该州出现了大片山脉与荒漠，地下也因此形成了大量的洞穴系统，比如有名的坚果油灰洞。2009年，一名探险者以倒立姿态被卡在这个洞内死去。这起事件我之前也讲过，可以在合集里面找到。而我们本期故事的发生地咕噜洞其实也在这片区域，两者的直线距离只有38公里。它位于犹他湖东岸的一座山上，山脚下是杨百翰大学的所在地普罗佛市。大学东边这座山原本是没有名字的，后来杨百翰大学在上面装了一个大大的 Y 字形标志，之后这座山便被人称为 Y 山。而咕噜洞就在 Y 山山脚的南侧，洞口藏在一片灌木丛中，非常难找。我也是查了好多资料才确定它的位置。视频结尾我会给出理由。其实咕噜洞并不是一个天然洞穴，而是19世纪开矿时留下的废弃矿坑，所以洞穴的结构比较简单。它最有名的是洞穴尽头的一个密闭气穴，想到那里必须潜水或憋气游过去。因为这个气穴跟《指环王》中咕噜所住的洞穴很像，所以这个矿坑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——咕噜洞。但这毕竟是一个野洞，所以知道它的人并不多，甚至连官方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关于这个洞穴的信息大多时候只是在熟人之间相传。有一名女孩就是这样知道了咕噜洞。她之前进去过，在游泳时还差点昏迷。她叫詹妮弗·加尔布雷斯，21岁，曾做过模特和摄影师。到2005年，她又成了一个名为视差乐队的贝斯手。2005年8月16日晚上，视差乐队刚刚在普罗佛市结束了一场演出。在吃饭期间，詹妮弗向同伴们讲述了附近咕噜洞的事，几人听完很感兴趣。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，詹妮弗与另外4人决定来次说走就走的冒险。他们几乎没有准备任何装备，有的只是几个手电筒和几根蜡烛，身上穿的也只是衬衫和短裤。除了詹妮弗外，另外4人分别是布莱克、斯科特、艾利尔和约瑟夫，他们都是乐队成员。其中的布莱克既是乐队主唱，也是詹妮弗的男友。4点半左右，5人正式进入洞内。咕噜洞的入口非常狭窄，只能勉强让1人钻过。进去后就是一段几米长的积水区，他们必须趴在水里才能过去，但这反而让几人更加兴奋起来。穿过积水区后，通道变得宽阔了一些，人可以弯着腰行走。行进28米后，来到一个岔路口，往左是一段干燥通道，比较单调，而直走才是他们的目的地。这边是一个能让人直立的较大空间，地上有个直径约1米的洞口，里面灌满了水。从这里下去，再憋气有一段直径0.6米、长约4.6米的水道后，就会进入一个气穴空间，也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咕噜洞。气穴内的高度有1.2米，最多能同时容纳8人，里面没有地方可坐。为了防止潜水时迷路，其他洞穴爱好者在这里布置了一根引导绳，入口这端连在一块石头上，气穴空间那端绑在一根浮木上。虽然这段通道并不长，但下面也很危险，比如冰冷的积水、狭小的空间以及较低的能见度，很快会让人出现恐慌。也是考虑到这一点，5人中的约瑟夫打了退堂鼓，他决定不进水里了。约瑟夫跟另外4人约定，如果他们到了那边，就拉下绳子表示安全。之后几人也没再劝他，就兴奋地依次跳进了水里。没过多久，约瑟夫就看到绳子被拉紧，这表示4人已经成功进入咕噜洞。约瑟夫也就放下心来，他觉得应该没什么事了，因为独自1人在漆黑的洞里有点瘆人。约瑟夫就爬了出来，在洞口继续等待。不知不觉45分钟过去了，可里面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出来。约瑟夫有点担心，他向进过这个洞的好友打电话询问，朋友也觉得情况不对。约瑟夫赶快报警，时间为早上6点25分。接到消息后，救援人员立刻往这边赶，可他们仅找出口就浪费了1个小时，因为没人知道这个洞在哪儿。后来在约瑟夫的帮助下，他们才成功到达洞口。在了解了洞穴的大致情况后，他们迅速制定了救援计划。首先就是往洞穴内注入空气，毕竟那个气穴空间是密闭的，氧气再多也会耗尽。之后他们又拉来水泵以排出里面的水。在上午10点45分左右，气穴空间终于跟外界的空气相通了。可救援人员刚一下去，就发现通道入口卡着一具尸体，那是18岁的艾利尔。把他移出来后，救援人员在通道里又发现了3具尸体，排在第2位的斯科特沉在洞底，詹姆斯和她的男友则漂浮在水面上。气穴内的氧气只剩19%左右，这还是在他们注入过空气之后的含量，说明几人在那里遇到了严重的氧气不足问题。不过法医尸检后却发现4个人的死因都是溺水。
根据尸检报告以及洞内的情况，警方最后给出了他们的推测。在约瑟夫离开洞穴后，4人在气穴内应该又待了一段时间，里面的氧气含量逐渐降低。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点蜡烛，如果点了的话，那氧气消耗的会更快。缺氧导致几人开始出现昏昏沉沉的感觉，于是他们决定离开这里。艾丽尔第一个出发，之后是28岁的斯科特，21岁的詹妮弗，最后是詹妮弗的男友布莱克。最前面的艾丽尔可能因为缺氧状态不佳，然后丢失了引导绳，而他游动时溅起的沉积物又使得周围的能见度很差，艾丽尔怎么都找不到绳子，恐慌导致他的憋气时长快速缩短，之后艾丽尔就死在了那里，而他的尸体恰好挡住了狭窄的出口，后面的斯科特试图把他推出去，但没有成功。接着他们3人也相继溺水身亡。在该起事故发生以后，管理方立刻用混凝土将洞口封死，遇难者家属在洞口立了一块纪念牌匾，至今还在那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咕噜洞事件发生1年后，38公里外的坚果有灰洞也被关闭，可管理方的做法并未得到理解，因为当地人不断反对。2009年5月，坚果有灰洞被迫重新开放，不过却增加了预约申请制度。但即便如此，6个月后悲剧还是发生了，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坚果有灰洞事件，一场令人窒息而又绝望的事故。随后，管理方用混凝土将这个洞口也彻底封死，那里也留下了一块纪念牌匾。聊完这些，我再单独说下这个咕噜洞位置的事儿。其实一开始我发现这个洞在地图上根本就搜不到，网上也没有它的坐标，甚至许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难道是那些博主们在瞎编？后来发现不是，因为确实有很多关于咕噜洞事件的新闻报道。于是我就更想找到这个洞穴的入口在哪儿。接着就发现一篇新闻报道说，咕噜洞位于外山南侧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，方位是左北右南上东下西，洞在外山南侧又不远，说明咕噜洞没有在外山，而是在它右边这座山上。但具体位置在哪里呢？之后我又找到一篇新闻，上面说咕噜洞位于旧七峰高尔夫球场以东，且距离这个球场只有几分钟路程。旧七峰球场的位置在这里，结合球场以东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信息后，范围大大缩小。然后我继续找，发现另一则新闻里有张配图标注了咕噜洞的位置，虽然图片很不清晰，但还是能看出一些地面特征。结合2005年的地图，我大致确定了咕噜洞的位置，也就是这片红色区域，里面有几片灌木丛。再根据当时的救援画面推测，咕噜洞应该就是这里了，误差不会超过100米。具体坐标我也给大家标了出来。哪位朋友如果有机会到这里，可以亲自去验证一下。进肯定是进不去了，因为洞口封死了。但是碰见没封的洞也不要乱进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不行末路，不入深水，不进洞穴，更不进有水的洞穴。我们一定要听劝，为自己也为家人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